全新的第四代 Toyota Vios AC 100终于来到马来西亚市场，首发款是有 1.5E Auto 和 1.5G Auto， 没有 1.5J 版本，也没有 Manual 的版本。预计售价从90千到96千，兰高域从80千到84千。New Vios 同样在马来西亚 CKD 本地组装，它一共有5个配色，像 Silver、Attitude Black、Nebula Blue、Platinum Wiper 要另外加400块，主打的颜色是 Spicy Scarlet SE 辣星红色。我们常说一台车子最重要的3大件就是引擎、变速箱和底盘。我们先来看引擎，这个 New Vios 就沿用了代号 2NRVE 的引擎。1.5 L Dual VVTi 自然进气引擎搭配可以模拟 7-speed 的 CVT 变速箱，就是 Myvi 和 Veloz 那个 DCVT。它配有 Pedal Shifter 换挡拨片，有106 PS 和138 Nm， 极速是180 km/h。隔壁家的 Honda CD 同样是 1.5 L NA， 但是有121 PS 和145 Nm， 极速在195 km/h。所以很明显的，引擎和变速箱并不是 New Vios 最吸引人的地方，底盘才是 New Vios 最大的重点。New Vios 的轴距 2620mm， 比上一代的增长了 70mm， 也比 Honda CD 稍微长了20个 mm， 是属于标准的 B segment sedan 尺寸。它的车重从1015公斤起，行李箱空间有475公升，比上一代的少了31公升。Fuel Tank 40公升，比上一代的少了2个公升。再来 New Vios 也增加了后排冷气出风口，这个对马来西亚的消费者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有趣的是Toyota Malaysia 的新闻稿只字不提到底盘，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想讲，但是又不能讲，索性不讲。在 Camry 他们会告诉你这个是 TNGA-D， 在 Corolla 他们会告诉你这个是 TNGA-C， 但是在 Vios 他们不能够告诉你这个是 TNGA-B， 因为这个 Vios 用的不是 Yaris XP210 的 TNGA-B， 而是源自Daihatsu的 DNGA-B。 那什么车子是基于 DNGA-B 平台打造的？ Toyota Malaysia 并不想要去强调这一点，因为讲了的话会拉低了 Toyota 的这个定位。不要用 TNGA-B 而用 DNGA-B 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要控制成本。如果这款 Vios 用 TNGA-B 底盘的话，它的成本会提高很多，它没有办法在收入没有这么高的市场生存。打个比方， DNGA-B 可以卖你9万块，但是 TNGA-B 至少要卖你120千以上，然后你就会留言说120千我不如去买 C segment。谁不想要用9万块就能买到 TNGA-B 的车子？但 Toyota 开门是做生意，不是做慈善。再说马币不给力也不是 Toyota 的问题。有趣的是这款 Vios 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并不是引擎，不是变速箱，也不是底盘，而是内饰设计和主动式安全辅助系统。像 1.5G 和 1.5E 都有全新的9寸萤幕，支援 Wireless Apple CarPlay 和 Wireless Android Auto， 还有 Wireless Charger 无线充电器。高配的 1.5G 有6个 speaker， 1.5E 有4个 speaker。 买96000块的 1.5G 还有7寸的 TFT 显示屏，64个颜色的 Ambient Light 氛围灯， LED 室内照明灯，Electronic Parking Brake 电子手刹车，排挡杆还有皮革包裹，座椅也有皮革材质。中央扶手处的地方用了 Soft Pad 软质塑胶。Toyota Safety Sense 方面呢， 1.5G 比 1.5E 多了 Lane Keeping Control 车道维持系统， Auto High Beam 自动调节远光灯和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有自动跟车功能的自动巡航系统。至于 Pre-Collision System、Blind Spot Monitoring、Rear Cross Traffic Alert 和 Lane Departure Warning 都是标准配备，连360度全景摄像镜头也是标准配备。硬体方面 Vios 1.5G 用 20550R 17寸的轮圈， 1.5E 就用 19560R 16。那两款车都不提供 spare 打压备胎，只给你打压 repair kit。
在外观造型方面呢 1.5G 的 Front Grille 喷上了 Piano Black 钢琴烤漆，1.5E 则是普通的黑色车漆。所以欢迎分享你对这个 New Vios 外观造型的看法，从它的车头、车侧到它的车尾。如果你目前正在考虑要买一台 B segment sedan， 或者你已经去了别家付了 booking fee， 有没有原因让你去退掉这个 booking， 转而来跟 Toyota 买这个 Vios？ 如果有，原因是什么？那如果没有，原因又是什么？欢迎在留言区来讨论。那另外你觉得这个 New Vios 它有没有本钱来跟 Honda City 或者 Honda City Hatchback 和尼桑 Almera 来 fight？ 因为目前马来西亚的 B segment 市场呢，基本上就剩下日系品牌还有国产品牌在竞争，其他的韩系品牌或者说Suzuki这种 CBU 的 B segment 来讲，完全是吃不到这个市场。自2003年 UNW Toyota 推出 Vios 以来，凭借实惠的价格、可靠性和齐全的设备，它在马来西亚卖出了超过50.5万辆的 Vios。Toyota Malaysia 有为这个 New Vios 提供了5年的 Unlimited Mileage Warranty。所以影片的最后呢，在这边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这个 New Vios 媒体试驾活动在进行的时候，我正在从三藩市飞往东京的途中，所以没有办法为大家带来第一手的试驾体验。所以回到了 Malaysia 之后呢，就跟主办方拿了一些资料，希望透过今天这集短短的讲解，能够对大家有一些帮助。那根据其他媒体朋友的试驾心得呢，他们都一致同意这个 New Vios 在 NVH 隔音降噪方面比上一代的 Vios 提升了非常多。那我个人相信这个跟新的底盘有很大的关系。但至于这个 DCVT 的表现是怎样呢？相信大家可以在其他采用这个底盘、这个变速箱的车子上面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谁是端倪？谢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是戴主义，我们下一集影片见。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3, 2, 1, cut. 那因为影片还没有超过8分钟，所以我这边要再继续补充一点。我觉得今时今日 B segment 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外观造型和它的动力表现并不成正比。因为在东南亚市场，无论是 A segment、B segment， 消费者们都想要买到一个非常 sporty 的造型。没有人能够接受像日本市场这样子，让 B segment 回到 B segment 应该有的样子，就是相对低调、相对亲民，而不是把它弄到像 C segment、D segment 像一辆跑车这样子。那如果你是像 GR Yaris 这种高性能的钢炮，你是高性能的 hatchback 这个没有问题，或者你是 1.5 turbo。甚至 1.2 turbo、1.3 turbo 没有问题。那如果你只是 1.5 NA， 可是这个外观造型又让人家有一种错觉，觉得它很快。但这个也没有对和错，因为消费者就是想要花9万块，花100千买到一个看起来好像 C segment 的车子。所以这个也是所有的厂家，无论从 Honda City、从 Toyota Vios 到尼桑 Almera， 大家都在做一样的事情，因为市场就是要这样子的东西。那你问我的话，我个人当然是比较倾向于那个采用 TNGA-B 平台的 Toyota Yaris， 我指的是英国市场和欧洲市场的那个 Toyota Yaris， 因为那一款车子呢，它的性价比在很多国家都拿到了这个汽车大奖，就是年度汽车风云大奖。那至于这个东南亚市场的 Vios 呢，真的就是一个只能在成本上面去玩一些花样，然后尽量给你一些齐全的安全辅助系统，给你很豪华的内饰，去勤能补拙，去补足掉它的动力不足的这一块。现在有没有9分钟了 ？OK， Alright, 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3, 2, 1, cut.